988新闻线。晚上7点32分，迟了一点哦。你好，我是冠贤。你好，我是心怡。988新闻线让你紧贴时事不断线，而且如果你要关注我们988新闻线的话呢，一定要去下载我们988的 App 哦。因为我们的 App 已经有更新了。对，怎样的一个更新？跟你说有很多特别的 feature 在里面，你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尤其是如果你想要重听新闻线，不只是要看影片的，还是你要听只是单单声音的，都可以在这个 App 里头收听。因为会把过去7天的内容都直接上载到这个 App 里头。对，就是可以听 podcast 的意思。而且在特定的时段还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室的影像。那当然呢，如果是说此时此刻呢，你同时呢也是可以上到我们988 Facebook 上面呢，就是跟我们打一声招呼啦。我们有做全程的 live。新闻主线。调查有发现说，有超过90%的马来西亚男性就认为结婚生子，人生才美满呢。佩戴随身摄像机引发反弹 ，IGP 就称对警员是有保障的。副教育部长张念群说，如果在停课的话，就要采用线上教学，而校方就担忧这个难以落实。斯里阿曼的空气污染指数突破400点，救灾的单位现在没水灭火。哎呀，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等一下才来跟大家说。对，先来说一下，就是星期五晚上要报一下油价嘛。那财政部呢就公布了全新一个星期的燃油顶价，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平时打 RON97 的话，因为这个星期呢 RON97 是调涨了14仙的，那 RON95 还有就是柴油呢就保持不变啦。所以全新一个星期在今天的5月12点之后 ，RON97 汽油呢是会上调到每公升2令吉67仙，RON95呢就保持在每公升2令吉08仙，还有柴油是每公升2令吉18仙的。是的，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刚才主线提到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尽管消防人员在过去3天是很努力的灭火了，但是这个沙拉越州的斯里阿曼那里的空气污染指数呢还是处在危险水平，昨天还徘徊在200多点，但是今天凌晨6点的时候直接突破300点的危险水平，而且呢这个数字是像坐直升机一样一直向上的，到早上8点就已经冲上了400点，然后到今天的晚上就刚刚的晚上7点钟呢，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是405点，也是国内目前空气最肮脏的地区。而国家天灾委员会早前就不是透露过，一旦空气污染指数突破500点的话呢，有关的地区就会进入烟霾的紧急状态。而沙拉越古晋现在我们看到当地的这个指数是处在226点的非常不健康水平，斯里杰还有三马拉罕已经回落到200点以下，都徘徊在196点和199点，其实是非常逼近200点的是。而看到说在马来西亚半岛的情况呢，就稍微比较好一点啦。截至刚才的晚上7点钟呢，北马各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都是在100点以下的，然后烟霾情况你看到说明显改善，全国呢有15个地区的空气呢是处于不健康水平，可是相比跟几天之前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了。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斯里阿曼呢，目前的这个空气的状况是处于危险水平嘛。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就有说，因为斯里阿曼呢就发生这个面积达到200公顷的一个林火，而烟霾呢是随着风飘到了这个空气污染指数感应器的附近，就是所在地，所以导致这个空污的指数是好像直升机这样子在飙升。而该机构就有说，沙拉越呢即日起呢会1连2天会展开这个布云造雨的行动，而且是会重点关注斯里阿曼的地区。而根据消整局的报告，在斯里阿曼发生林火的地区，目前还有80公顷的这个林火还没有成功被扑灭的。当局呢已经是出动了神手去设下一个防火线，这个防火线呢就是用神手去挖开一个好像界限这样子，那个火呢就是烧到这里为止，就不会再蔓延。然后呢，同时从明天开始呢，也会使用这个大马海事执法机构所拥有的庞巴迪飞机去协助灭火的。那说一下这个庞巴迪的飞机它其实是一架空中灭火的飞机，它来回飞行来回拿水，还有投下这个水弹的时间呢，每一趟大约只是耗时7到8分钟左右，而且
载水量是6000公升，整个效率呢是非常的高的。是的。那其实现在当局所面对的问题，除了是那个林火还没有完全扑灭，其实附近是没有水源的因为谈到昨天在雪兰莪、霹雳和槟城所展开的这个布云行动，这个灾难管理机构就是说它成功带来雨水，尤其是大马半岛北部地区，但是并不全面。在造雨方面呢，当局是面对挑战的，因为烟霾笼罩嘛，不容易找到适合的云层。其实沙拉越今天也进行了这个布云造雨的行动，而刚刚看到当局的文告就有说到，其实算是成功的。截至3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整个行动，然后在当地是有下起了一些雨，不过他们还是有一些挑战的，包括了可能因为很靠近邻国，所以在整个行动上面呢有一些阻碍，再加上那个风是不断的吹来，所以当他们要布云造雨的时候呢，是没办法好好的就是让那个云层可以接触到这个盐水。不过可以看到说当局是真的很努力的在做这一件事情，就希望可以缓解当地这个烟霾的情况。而且另外呢，你看到说今天呢就是星期五嘛，全国呢就有接近2700所的学校是继续停课的，当中就涉及了170万名的学生。那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呢，他就有说，如果这个烟霾的问题导致学校继续停课的话，那教育部呢就会采取之前在柔佛巴西谷当发生那个污染事件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应对模式，就是说要求老师是透过线上来进行一个教学还有学习的，就是所谓的 PDP 的方式。他也说到教育部目前呢是紧密的去观察全国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因为接着下来在9月30号开始就是学校就要开始展开这个 PT3， 就是初中3的评估考试了。所以呢其实有家长也是开始在担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考试的。不管怎样呢，南洋商报独家报道就是说，教育界人士认为说我国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是没办法全面的推动线上教学的。而且雪龙城市区一些受访的学校代表就认为说，雪龙是我国比较先进的城市，但是其实也面对先天和后天条件不足问题，包括了家庭经济水平家长都是上班族也担心孩子上网学坏等等的情况。而且在雪龙城区依然是有学生的家里没有电脑也没有网络设备，要落实这个线上教学的话其实是不容易的，更何况是那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呢。不管怎样，现在因为有一些学校还是在停课的期间嘛，小孩子们还是要继续的学习，不能够停止，好吗？那当然就是希望说接下来他们不要再因为烟霾的关系而停课，毕竟呢是会耽误到这个整个教学的这个进程的嘛。那不过呢，你说到这个烟霾呢，之前我们的旅游部副部长不是有说过吗？发生在马来西亚的烟霾问题呢是不会赶走游客的。而旅游部长穆罕默丁呢，今天也是有重申说，因为这个马来西亚的烟霾情况好转了，所以呢我国的旅游业并没有受到这个烟霾影响的他说目前呢马来西亚的旅游收益大约是高达500亿令吉，那政府就放眼说今年会有2800万人是来到马来西亚旅游的。他也有信心接下来几个月直到今年的年尾呢，还是会有1400万到1600万人来马来西亚旅行。那说到这一方面，明年也是马来西亚的旅游年对，2020旅游年到了，这个印象不可以给游客放在他们的脑海里，不然的话等一下明年怎么吸引更多游客呢？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明年这个问题又再发生吧，不希望每一年都不希望明年会发生的，可是对不对？但是今年一定要尽全力的想办法，明年也不要有这个情况了，不然你会影响的吧？这个就要看政府采取什么怎样的一个措施啦。接下来不过难说，好像副部长不是说吗？这边没有烟霾，你可以去那边不同可是看到很多烟霾的情况下，很多网民就开始有苦中作乐的情况好像之前我国的网民不是有提议吗？我们一起集体的启动风扇，然后把这个烟霾吹回到邻国印尼。这个想法看起来是不可能成真的啦，但是也给在网络世界然后增添了一些趣味。可是现在网民又有新的提议了，同样是用风扇这个方式呢将烟霾吹走，可是这个工具非常特别，是什么呢？是新加坡网民建议这个摩天轮就当成是一个巨大的电风扇，然后他发动了一项网络联署行动，是来真的。
他希望这个新加坡的著名景点，也就是摩天观景轮 Singapore Flyer 加快转动的速度，把这个烟霾给吹散、吹回去。不过呢，我们一直以来要是有坐过摩天轮，都知道说呢，你坐在里面，一般上你不会感觉到它有在转动的，因为它的速度是非常的慢。你要是加快这个速度呢，就是还蛮可怕的感觉啊。那当然呢，这个是非常不实际的，所以的行动自然就没有获得网民的认同跟支持。现在呢，他也只是获得几十个签名而已啊。刚才呢，我就跟朋友讨论到这件事情，就说，如果是用转动的话，你在游乐场里面还会看到那种做荡千秋一个圆圈这样子在转动那些，还有什么旋转木马，还有也可以快速转动。咖啡杯也可以快速转动，没有啦，这个就是苦中作乐而已。对，好，那虽然是一个玩笑，但是其实我们环境问题真的要关注一下。就连接下来要说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又会发生这种河流污染事故呢？因为柔佛之前不是爆发了很严重的河流污染事故，可是现在又看到这个报道是说，今天早上在柔佛市古来河的这个河面发现浮现大批的白泡沫，怀疑这个河水受污染了。而市乃区州议员郑凯聪就说，他今天早上7点多就接到通知，然后赶到现场，发现河面上的白色泡沫越来越多，甚至浮现了死鱼，所以因此他就通知了柔佛州的环境局还有水利灌溉局，就希望当局展开调查行动了。那古来的市议员蔡炳康他也是有说到，其实这是当地就是市古来河呢第一次出现一个大量的泡沫。如果有看到影片的话呢，你就是可以想象是什么，好像平时就是冲泡泡浴的时候啊，那种一堆的那一种水面上的白色泡泡就发生在那个河流上面，而且是大面积的。环境局官员的解释是说，泡沫为什么会产生，可能是河里面呢含有这个氨气，还有或者是其他的化学的成分，那当中也有可能是工业污染，目前呢是需要调查之后呢才可以确认的。现在我要换一个焦点，这个是有一项调查显示，比较轻松一点的啦。对，因为星期五给大家轻松一个民调哈，一个调查就显示，超过90%大马男性认为人生要结婚生子才算完美，算美满，你认同吗 ？OK， 我们问的呢就是说，你认同这个说法吗？就是说人生要结婚生子才美满。如果你认同的话，你可以投选哈哈；不认同的话，投选 sad。没错，这时候就去到我们988的官方脸书那边投选吧。只要你找到现在我的帖子，就可以在那边按哈哈或者是 sad 的 emoticon 了。OK， 那下一节回来呢，我们要说一下昨天跟大家提起的，就是想要落实的 body cam 在马来西亚就是执法单位嘛。不过今天看到说有人支持，也是有人反对的。988新闻线。晚上7点48分，你好，我是冠贤。你好，我是心怡。哎呀，昨天不是跟大家说，政府就已经同意让警员等等的执法官员呢佩戴这个随身摄像机 body camera，以遏制贪污的滥权。这个是昨天首相敦马哈迪的宣布。而来到今天，内政部长慕尤丁是支持的。他说，执法人员佩戴随身摄录机是可以提升执勤的效力，而不是为了要纠察警方的错误他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他说其实很多国家都采用这个措施了，所以希望执法单位包括警方移民局还有关税局官员，你们就尝试接受这项措施吧。因为不管怎样，他说这个还是会带到内阁去从长计议，来看要怎么样落实，还有什么时候去落实。那说到目前呢，其实慕尤丁是在美国进行着这个官方的访问，而他也是有透露说，大马的皇家警察部队呢是有意思要跟美国纽约市的警察局呢合作的，就是在情报交换还有培训方面呢，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合作呢，让纽约市警察局的经验可以让马来西亚的警方受惠。有交流也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电影觉得，国外这些警队他们好有效率哦。效率电影嘛，那 OK。不过呢，我们再说回当然我是说，也确实是专业的啦，他们算专业啦。对，那我们再说回这个 body cam 这个 body cam 这件事情呢，是有人支持，那也是有人反对的。首先是看一下，公正党巴西古当国会议员哈桑卡林呢，他是不认同这一个措施的，而且他认为这是不尊重执法人员的做法。为什么一个不尊重呢？他就说你不要用这个 body cam 呢来锁住警员，还有就是移民局
关税局的执法官员，就好像他们是犯罪分子一样，也好像是侵犯了执法人员还有公务员的一个人权。他就认为说，其实政府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啊，就是来遏制执法单位来这个贪污腐败的。所以说的这件事情呢，他就说可以用其他方法啦。是咯，有人就是反对，不过也是有人支持的啦。是，就好像全国警察总长阿多哈密哈就出来说了，这绝对是很欢迎的一项建议哦。他说，警队一直以来呢，其实都有要就是提升他们的这个配备所以他觉得这个敦马的宣布是符合时宜的。他也表明说，这是有助于防止警方滥权，同时也可以避免警方面对这个污蔑的指控。那警员当然也可以更有效率的去执行他们的任务，因为当你有这个摄像头，就是很多可能你会做的一些动作都会被摄录下来，所以他觉得这就可以提升警员的效率了。那其实看到摄录机可能真的是可以减少警方在执法上面的一个争议，但还有另外一项措施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是首相署部长刘伟强他说的，他说全国各地的拘留中心呢都会安装闭路电视，也就是 CCTV， 要确保这个审讯过程还有拘留期间的安全，也提高拘留中心的透明度，来保护那些被拘留的人还有警方，这就相信可以减少争议。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就显示在拘留中心出现很多不必要不想要的一些情况发生，所以现在就希望采取这个行动来大力改革哦。刘伟强还说，目前全国一共有756个拘留中心，所以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举措。而政府方面呢，就会拨出1亿2600万令吉的拨款，当中的7300万呢，就来安装闭路电视，其他的金额就来提升其他的设备。他就有说到西蒙的政府呢，其实在去年5月执政以来，首相敦马就不断强调说要贯彻法治，警方呢就是实践法治的关键一环嘛，所以呢就必须要确保说给予警方一个舒适的环境，让他们可以执行这个捍卫治安的任务。那当然除了这些改革呢，首相敦马也是承诺说，政府呢就是会为这个揭露贪污活动的公司呢是提供保护的，所以呢他就希望说能够获得企业公司的一个配合，全面去打击贪污。敦马认为说，只要减少贪污，企业公司本身也是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雇员股东还有人民的股息都会增加。他也承认说，了解到民众在西蒙执政16个月过后，因为政府没有办法兑现这个竞选承诺所产生的不满还有批评。不过他说，其实政府已经兑现了很多诺言了。他怎么去形容呢？他说，其实西蒙政府就好像一家接管了失败公司的一个企业。对，他说，只有在你接管之后，你才会知道说之前这家公司的生产到底是有多烂，比你想象的还要烂，还要留下很多隐藏的债务负资产等等其他的课题。因此呢，我们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可以把事情给做好。他就说，相信说企业界呢是可以了解这件事情，并且尽责的去支持西蒙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好，接下来要看另外一个课题，这个是今天副首相旺阿兹莎有保证，政府是不会发出公民权或者是永久居留权给参与大马第2家园计划的外籍人士，因为有很多一些坊间有一些传言，可能对这些计划有些担心。他就说，即使这些人在我国购买豪华房产的话呢，也不会给他们所谓的公民权。他说，在第2家园计划底下呢，政府只是会以特定的条件发出10年的签证给这些参与人士，而且旺阿兹莎有强调说，这个计划是公开给所有的外籍人士的，而不只是仅限于中国和香港的人民。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新闻线结束之前关注一个特别的调查，也是我们今天的民调在做的这件事情有调查发现说，在马来西亚呢，有超过90%的马来西亚男性认为说，人生一定是要结婚生子才美满，而且呢，这个巴仙率是比女性还要多出2倍的。这个调查就是说，以结婚为目标去寻找交往对象的人当中呢，最常会用什么方式来测试对方有没有意思要结婚呢？一开始的时候就会以财务开始去询问对方，像是就是会先了解，冠贤宝宝，你的这个金钱观是怎么样平时有没有储蓄这样子，储蓄有多少？给我看一下你的 bank book 哇，就从这个开始那当双方稳定交往，想要
往这个婚姻迈进的时候呢，69%的大马女性就会约男友看房子了，来暗示他们的心意，因为要稳定下来。OK， Denise 啊，最近我那个有很好的 condo， 要不要去看一下啊？可以啊，可以啊，就用这个来暗示他们的心意。然后73%的大马男性呢，就会开始用，我们这样做。买这个我们会不会怎样啊？以后我们怎样用这些关键的字眼。然后另外呢，有人就会约对方一起逛大型的家居商场啊，来表达心意的。这样子就会看一下对方的约会地点啊。如果他今天突然间约你去看家具的话这个好像看起来就是大概可以知道有意思要跟你在未来可以走到未来的人。对其实这个数据是由一个国际交友 App， 也就是 Sweet Ring， 它通过用户的普查所得的。而统计就显示，高达90%的大马男生就认为结婚生孩子是必经之路，然后想要认真结婚的念头其实是比女性高出2倍这么多的。现在的马来西亚女性真的是很独立，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要说这个，因为很多的大马女生呢是根据这个调查是认为说要把事业先摆在第一的，就有了经济能力之后呢才来谈婚论嫁，那其余就是婚姻方面就看缘分安排。刚才我们就有问了一些女生的同事啊，他们说因为就是要把事业搞好会容易过要找到一个好的对象。不过我们又找到一句名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总结，就是这位钟前书他说，婚姻中国文学家说，婚姻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这些可能是有一些人的心声哈。现在不。可是呢，我们的现在我其实就没有这个调查的那么绝对，这个调查是90%嘛。我们今天调查问到大家，超过90%马来西亚男性都认为说，人生要结婚生孩子才美满。你认同这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句子吗？这个说法其实Louis 就说最主要我还没有公布，你还没有公布成绩啊？对，其实是一半一半的，55%的人不认同，不过有45%的人呢是认同的，很靠近对，大家这个观念都还蛮差不多的。对，路易斯就觉得最主要是有了钱才幸福美满，其他都是鸡汤不实际。然后钟欢颂就觉得个人认同，能走过这个人生旅途蛮幸福的。当然，如果没到这个阶段，也不需要勉强，因为幸福对大家观点来说是不一样的。OK，Tony Tan 呢，他就说，其实婴儿成长带来的那种幸福感呢是倍增的。YL Chan 说可以说是认同的，可是就算没有结婚，也不代表说不美满，只要日子过得开心就好。这个我也是很认同。拉 YC 来打广告，他说不一定生活从我们热爱的事情开始。他觉得大家要买这本书，也就是阿孙狗狗的书来看。这个不错，可能可以去看一下阿孙里面有没有说一些可以激发你另外一番想法的东西。 Elvin Lai 呢看起来头像应该是一个女生他就说美满的就只有童话里面才有，童话是骗人的黄家威觉得有承担和负责的男人就会认为这才是幸福。李黑曼说认同结婚生子才美满，可是呢不是每个男女都是这么样想的，很多人会离婚就是因为有不负责任的男女。他说 OK， 还有吗？然后 Emily 也是说遇到不负责任的哪里能够美满呢？Jeremy 立马直接就写我们刚才说的那一句名言，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这个可能是大家对爱情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想法啦。 Kelvin Lai 他说除了爱情之外呢，面包才是最重要的，不然一切都是空谈。这个其实也是蛮符合这个调查的，就是说大家都是会先关注是说财务上的东西，可能就是说到要结婚生子有家庭以后财务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来的，如果做不好。我觉得 Jojen 他其实也点出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东方人或具体点呢，华人多数是这么样认为的。不过呢，他觉得西方世界对于刚才我们说这个，就是男人可能觉得要结婚生子才美满，这个东西就不怎么认为了。OK。所以呢，就是今天呢，就大概了解一下大家就是怎么看法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这个，就是象征意义。我们也想要小小的民调，到底我们的听众是会往哪个方面去想？不过都是一半一半了。回到来，最后还是个人的观点，我们不需要因为别人怎么想来影响别人，因为对于爱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跟看法的。哇，好有哲学不是这样子吗？对。好了，我是冠贤，我是心怡，祝你的周末愉快哦。